老公的小青梅刚刚拿到驾照，说要开车带我们去兜风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想要拒绝，老公却先我一步开口答应下来。没想到他错把油门当刹车，车速过快，直接飞出马路，侧翻在路边。老公不顾左腿卡在护栏里的我，只惊慌地抱起磕破头的青梅离开。我苦苦哀求：老公，你先救我好不好？我好痛。他一把推开我的手，搂着他的小青梅道：你伤的只是一条腿，小茹都晕过去了，等我忙完了他再回来找你。后来我因为伤势过重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转身的那一刻，我看到青梅挑衅地朝我眨了眨眼睛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蒋涵到病房时，是我在医院住着的第5天。可笑的是，这5天时间里，他一直在这所医院里，却始终没有想到要抽个时间来看看他需要手术的老婆。起初我以为他不知道我住院了，所以清醒后就不停地打着他电话，从一开始的无人接听，到响了2声后的用户正忙，再到电话已关机。结果在2天前，我突然刷到了张如的朋友圈，真好，爱你的人见不得你受一点伤。配图是张如笑嘻嘻地坐在病床上，而蒋涵手里还捏着削到一半的苹果，满眼宠溺地看向他。我看你这样子也不是多严重，干嘛天天电话打个没完没了的？你就是矫情，是不是看见张如住院了，所以你才非要住院跟他比？蒋涵突如其来的质问把我拉回现实，他眼睛瞟着我被纱布包住的左腿，语气带着我已经看穿的了然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医生说伤口有点深，需要缝合。接着又是他习惯性的吐槽：你受伤的是腿，就这么大惊小怪的。小茹这次头被磕得不轻，都没像你这样矫情。这种话我早已经听习惯了。以往蒋涵总会拿张如和我比，每次都是踩一捧一。以前每到这种时候，我一定会大声嚷嚷，努力跟他解释。但是这次，我全然没有了跟他争辩的欲望。随便吧，反正在他心底早已认定的事，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。大概是这次我一反常态的淡漠，让他有些惊诧。蒋涵打开带来的饭盒递给我，诺，特地给你带的鸡汤，好好补补。我看了一眼，不免觉得有点好笑。蒋涵大概是真的以为我是瞎子。张如1个小时前的新动态，可不就是好兄弟亲手熬的鸡汤？这是看张如没有喝完，怕浪费了，所以才顺便给我拎来了。见我没有拒绝的意思，蒋涵顺势拿出碗，想要把鸡汤倒出来。正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：涵哥，你去哪了？护士刚刚说让我去拍 CT， 我一个人不敢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病房里很安静，电话那头娇滴滴的女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。蒋涵似乎是有些怕我生气，抬眼瞟了我一眼，可很快他又对着电话那边轻声安抚：你乖，别害怕，跟护士说一声，我2分钟就到。随后他丢下一句：你好好养着，就大步离开。我看着床头毫无热气的鸡汤，突然觉得很可悲，也觉得自己很可怜。这就是我一直深爱的丈夫，他在我这永远是第1顺位，可我在他心里却是可有可无。在医院休养1周后，我拄着拐回了家。当天晚上，蒋涵下班回来后，看见正在泡泡面的我，脸色有点难看。怎么在吃泡面？腿都恢复差不多了，还不能做饭？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因为他提前短信通知我今天会回家吃饭，所以质问我为什么不做饭。自结婚以来，我全权照顾他的衣食住行，
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，害怕他会有一丁点的不适。可现在我不愿意了，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牺牲所有的自我，去无私地照亮他。手里捧着泡面，我并没有抬头。要拄拐，做饭不方便。蒋涵微微怔愣一瞬，接着径直走向餐桌，手里提着一个小袋子。老婆，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去商场给你买的，这个是你一直在用的牌子，对吧？我抬头看向桌上的包装袋，是一个贵妇级的护肤品牌，曾经很多次在蒋涵的面前提过，但他次次都是一句你就是虚荣，护肤品都差不多，买这么贵的还不是爱面子，就把我打发了。见我没有反应，蒋涵的脸色有些不好。怎么了？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现在又摆什么脸子？早都跟你说了，小茹这次伤得不轻，我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，照顾照顾她怎么了？我微笑着回应，谢谢，但是这瓶脱毛膏我用不上。昨天夜里，张茹却收到了全套礼盒作为礼物，甚至还为了她拍了个短视频，全方位展示。这瓶鸡肋的脱毛膏，大概就是礼盒里被挑出来的废物吧。孙菲菲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好意给你挑的礼物，你就这么嫌弃？实在不想和蒋涵再去争吵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，我低声道歉，不好意思。可没想到，正是我的这句话，却点燃了蒋涵的怒火。孙菲菲，从我回来开始，你就一直在阴阳怪气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不就是在怪我吗？怪我那天车祸没有先救你，所以才故意找茬。可是你能不能讲讲道理？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去跟小茹怄气？你看，即使我没有选择先救你，你这不也是好好的？但是小茹不一样，她磕到脑袋流血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蒋涵总会在我们出现分歧后，对我进行这种洗脑式的辩论。在他的嘴里，我这个正牌妻子应该把自己放在第2顺位。如果我因为张茹的事情和他闹，就是我不懂事，我无理取闹。以往每次听见他的批判，我都会哭得撕心裂肺，然后对着他大发脾气。可这一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甚至还觉得有点无趣。我的腿很痛，早点休息吧。说完，我便拖着隐隐作痛的腿，一瘸一拐地回了房。在关门之前，隐约听见他低沉的咒骂声，大概是第一次被从未放在眼里的妻子驳了面子，所以不甘心吧。毕竟在他的眼里，我哭喊打闹是错，毫不在意也是错。第2天醒来，发现窗外的太阳早已经升起。自从和蒋涵结婚后，为了能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每天我都赶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床做早餐。我以为自己早已经习惯了，可偶尔的贪睡却让我有种轻松的感觉。突然，门外传来的女声让我瞬间清醒。涵哥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是特地来和菲菲姐道歉的。听说菲菲姐受伤了，菲菲姐人呢？是不是还没起床呀？涵哥，你还没吃早餐吧？不嫌弃的话，我先帮你做点吃的对付一下吧。我没有起身，只是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听着客厅的动静。随即，蒋涵温柔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怎么来这么早？伤口还没愈合，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？”张茹的声音越发娇俏起来：“哎呀，你不要摸人家的头了。我是怕菲菲姐和你生气，所以人家想来帮你解释一下嘛。好吧，那你先坐一会，我去叫她起床。”房门打开的那一瞬，蒋涵对上我毫无情绪的双眼，视线相对，却两相无言。正在这时，张茹的脑袋从蒋涵的胳膊下伸了进来，她眼中带着隐秘的愉悦，可嘴上的话却又满是自责。菲菲姐，原
原来你是真的受伤了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韩哥要不是为了我，也不会在着急之下忽视你。韩哥平时工作很忙，这次全都是我的错，要打要骂全都冲我来好不好？他眼里闪烁的得意丝毫不掩饰，所有的野心在这一刻直白地展现出来。还没等我回应，蒋涵却有些受不了了，他上前一步拦住张如的肩膀，安抚性地拍了拍。好了，菲菲不是小气的人，再说了，这次又怎么能怪到你身上呢？医生也说了，再严重一点就是脑震荡了。是啊，再严重一点就是脑震荡了。我的视线一向还裹着纱布的左腿，思绪也回到了车祸当晚，难得碰上蒋涵的休假日。张如拿着刚刚到手的驾照找上门，非要开车带着我们去兜风。刚在小路上顺利开出一段，张如便自信心爆棚，加快车速。副驾驶的蒋涵看见前方的红绿灯，便提前警示让他踩刹车。可随着蒋涵的呼喊，车速反而越来越快。到后来，驾驶员反倒松开方向盘，抱着自己的脑袋又哭又闹。天旋地转的那一瞬间，周围似乎没有任何声音，但我能感觉到左腿的桎梏和刺痛。我慌张地大声叫着蒋涵求他救救我，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，甚至还推开我试图抓住他手，只丢下一句：你伤的只是一条腿，小茹都晕过去了，等我忙完了他再回来找你。最后我只看见在车灯照射下的一小片光晕里，他抱着张如飞快离去的背影和张如挑衅的眼神。左腿被车门卡住，我忍着疼痛多次尝试无果。那时的我心里只剩下绝望，甚至以为这就是我最后的归宿。好在翻车时的动静引来不远处的好心人帮我报了警。思绪回笼，心里百味杂陈，看着还在等我回应的张如，我平静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腿卡在车门里了，还好有好心人帮我报了警。听完我的话，蒋涵脸上难得出现了愧疚的表情。菲菲，我不知道，我当时看见小茹头上的血吓傻了，所以还未等蒋涵的话说完，张如很及时地跳了出来，一把挎住他的手臂。涵哥，还好菲菲姐没有出大事。我看菲菲姐伤得很严重，我们去超市买点菜，好好给菲菲姐补补身体吧。也算是我们对菲菲姐表达歉意了。是的，张如的几句话就可以让所有的伤害都烟消云散，而我这个受害者却没有丝毫发言权。等两人离开后，我拿起一旁的手机，拨通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电话。你好，是刘律师吗？我想咨询离婚。他们回来得很快，刚刚挂断电话，就听见客厅里两人嬉笑打闹的声音。我看着厨房里做菜的男人，心神一阵恍惚。结婚这么多年，蒋涵从未进过一次厨房，无论他多晚回来，哪怕我早已经熟睡，他也会把睡梦中的我叫醒，去给他做饭。现在看来，他也不是不能自己做饭呀。厨房里，蒋涵切着菜，张如在一旁嘻嘻哈哈，偶尔还会从后面搂住他的腰。以前我若是看见他们两人亲密的样子，一定会大吵大闹上去要个说法，然后再恶狠狠地警告张如一通。可如今已经打算放下了，自然不会再去在意这点小事。我换好衣服，打算出门赴约。蒋涵听见动静，面色不愉。孙菲菲，你不知道我已经在做饭了，你现在出门什么意思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张如十分自然地上前劝道：菲菲姐，我和韩哥买了很多菜，都是你喜欢的，看在我们的心意上，你好歹也尝一口。说完还泪眼婆娑地看向蒋涵。韩哥，菲菲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
所以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。蒋涵的脸色更沉了几分。孙菲菲，我承认那天扔下你是我不对，我也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再说了，小茹她当时已经晕了过去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没必要迁怒到她的身上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你俩在这唱大戏呢，而且我压根没生气，你们道什么歉？说完，我便自顾自地出了门，没有再去理会这两个戏精。刘律师是闺蜜苏样介绍给我的，她的动作很快，下午就根据我的需求拟好了离婚协议。等送走刘律师，苏样才开口问我：“菲菲，你这次是真的想好了？”我抿了一口咖啡，示意她看看我现在还一瘸一拐的腿。哼！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蒋涵跟那个白莲花不对劲，你当时还帮着蒋涵找不？还好你醒悟得够早。听见苏样有些赌气的小声音，我笑出了声。好好好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和苏样约好明天陪我去看房。突然听见手机响了，我打开一看，是张如发来的几张照片，照片里是张如的自拍照。张如躺在蒋涵的臂弯里，对着镜头笑得一脸挑衅。张如大概是以为这种照片能刺激到我吧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现在我看着照片上两人的亲密姿势，只感觉到恶心。蒋涵是一个很注重隐私的人，就连我也是费了不少功夫才能走进他的世界。就算结婚这么久了，他的书房依旧是我的禁地，可张如就是这么轻易的睡在他的身边，甚至霸占了属于我和他的卧室，躺在我和他的床上。看见照片里墙壁上挂的婚纱照，突然觉得很讽刺。既然他的世界来了新人，那我也应该自觉离场。我把照片一键转发给刘律师，然后熄灭手机屏幕，动作十分丝滑。我一个人在咖啡馆消磨时间，等到天黑才回家。打开客厅的灯，发现蒋涵一个人坐在沙发上。你去哪了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果然有几个未接来电。和苏样出去坐了坐，回来晚了。我放下包包，一瘸一拐地走进卫生间洗漱。他跟着我走进卧室，面色阴沉。菲菲，今天我已经为了车祸的事情道歉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揪着不放了？你以前喜欢大吵大闹的，现在以为换一种方式就能威胁到我。我冲洗好牙刷，摆回置物架上，回头看他。蒋涵，我没有再跟你闹脾气，以前和你闹是因为我还不甘心，但是现在我认了。你一直说你和张如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，我不相信我比不过他，但是现在我信了。蒋涵抿了抿唇，眼里的复杂一闪而过。不等蒋涵再次开口，我拿起睡衣走出卧室，腿疼。这段时间我睡客房，如非必要。我是真的不想再踏进这间卧室，尽管这间房子里的每一寸都由我亲手布置，也都处处合我心意，但得知有别的女人闯入后，这里就不再是我的家了。次日醒来，打算出门去找房子时，却接到了蒋涵的电话，让我帮他送文件。还没来得及拒绝，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我打车来到公司，前台却把我拦了下来。你好，我找蒋涵，是帮他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道女声打断。菲菲姐，涵哥让我帮他下来拿文件，是张如。娇俏的女声满是笑意，口气中的自得快要掩饰不住。大概是我看她的眼神太过诧异，所以她好心地给我解释了一通。涵哥没有告诉你吗？之前我上班的公司有同事一直骚扰我，所以涵哥不放心，让我来做他的助理。我已经入职半年了。听到这里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
我十分平静地把文件递给他，刚想要转身离开，就听见前台小姑娘嘲讽的声音：“小茹姐，这不会又是哪个想要攀上蒋总的吧？这个年纪都这么大了，真是不要脸！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要我说呀，你作为蒋总的女朋友，就该狠狠扇他的脸。”我笑非笑地看着张如：“是吗？那什么时候能喝到你和蒋涵的喜酒啊？记得给我发请帖哦。”说完，我便不再看他的脸色，径直打车离去。一天的时间，总算租到了合心意的房子。还没等我高兴一会，就接到蒋涵的问责电话：“孙菲菲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明明知道我跟张如清清白白的，为什么要在公司说那样的话？你知不知道张如今天哭了一天？我看你现在真是不可理喻，你自己心思肮脏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”听着手机那头男人怒斥的声音，突然感觉很没意思。蒋涵，离婚吧。他的声音蓦地提高几个度。你说什么？孙菲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接着他又软下语气，不要再闹脾气了。我知道上次车祸委屈你了，这次就算了，别再说这些赌气的话了。说罢，不等我给出回应，就挂断电话。我拿着手机呆呆站在路边许久，才打车回去。本以为和蒋涵提出离婚后能很快有一个结果，可整整1周时间，他却没有再回过一次家，电话短信也联系不上。没办法，我打包好自己的行李，把离婚协议放在客厅的桌子上，打算搬去早已租好的房子。没想到刚刚提着行李出电梯，就碰见张如。她扫了眼我手上拖着的行李箱，突然笑出了声：“菲菲姐，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，是不是韩哥几天没回家你就着急了，所以想用离家出走这招来威胁他？”我心里直骂晦气，躲开。张如压根不理会我的冷脸，反而有些咬牙切齿：“菲菲姐，你都已经嫁给韩哥了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如果你识相一点，我也不是非要你和韩哥离婚，只要你乖乖的不来打扰我们就行。”听见这种媚男的奇葩言论，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张如，你脑子是被驴踢了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不是我扒着你的韩哥不放，你不用说这些话来恶心我。有本事你就让蒋涵快点把离婚协议签了。与此同时，蒋涵也走了进来。孙菲菲，你还在闹什么？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欺负小茹？她是真的没有你那么多心眼，还每次都被你气得眼泪汪汪的。见蒋涵走进来，张如第一时间躲到他的身后。我看着眼前的两人，蒋涵，你的青梅早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位了。既然都是有情人，拜托你早点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我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了。蒋涵大概从未见过我如此坚定的样子，有些吃惊。而张如也僵在原地，猛地抓住蒋涵的手臂：“涵哥，菲菲姐是真的要和你离婚。”懒得再看他们两人的郎情妾意，我拖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腿走了出去。还没等我和车里的苏样打声招呼，蒋涵却冲出来拦住了我的去路。“菲菲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不管你误会什么，我都可以解释的。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好不好？”我挣脱了他拉着我的手，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。“蒋涵，你跟他之间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所有事情我都很清楚，没有什么需要你特地来解释的。”“不是的，车祸那次小茹确实是伤得比较严重，还有我不告诉你小茹来做我的助理，也是因为你一贯对她比较敏感，所以干脆就隐瞒不说，让我做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。甚至公司所有人都以为张如才是他的正牌女友。
曾经多少次我提出想要去公司上班，但每次蒋涵总是用一句“你能懂什么？不知道是来帮我还是来捣乱的”就打发了。他怕我这个本科生去给他添乱，怎么不怕张如一个大专学历去给他添乱？说到底，只是看他在不在乎罢了。小区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，我懒得再跟他继续掰扯。够了，蒋涵，这些事情无所谓，我先走了。曾经多少次，我发现他和张如之间不那么纯洁时，总会不分场合地点的和他大吵大闹。那个时候的他似乎也是用不耐烦的口气就把我打发了。如今角色对调，我却意外从蒋涵的脸上看出了受伤。苏样帮我一起把行李抬上车，然后就直接离开。可还没走多远，手机铃声又不停地响了起来。是蒋涵。菲菲，你去哪里了？你是要搬出去住吗？菲菲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我会和张如保持距离，绝对不会再逾矩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开车去接你好吗？听着电话那头男人絮絮叨叨却又有些惶恐的询问，我突然间有些恍惚。蒋涵，你不用再跟我保证什么，我也不会再回去了。说完后，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过了好一会，才听见他再次开口：别闹了，小心做多了收不回来。我啪的一声挂断电话，却又不免觉得可笑。都到了如今这地步了，蒋涵竟然还觉得我在跟他闹，实在是不想跟他继续无意义的纠缠。把离婚事宜委托给刘律师后，我便不再关注。搬出来后，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。曾经以笔试第1的成绩拿到 offer， 可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蒋涵，所以自愿进入公司的养老部门，工资自然也不多。而以前带过我的部长，更是多次提过要推荐我进项目组，但都被我拒绝。但是这次，我却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自从进入了新项目组，工作量比之前多了很多，每天加班是必备功课，但好在工资也成倍增加。我很快就在团队中站住了脚。周六下班，刚刚走出公司，却看见蒋涵的车子等在门口。本想装作没有看见，可蒋涵却先一步将我拖上了车。他非说要和我谈谈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再纠缠的必要，可既然是告别，那就好好说清楚。坐进副驾驶后，我扫了一眼便顿住了，因为在车子的侧厢明晃晃地放着一瓶补水喷雾，副驾的化妆镜上还贴着几根使用过的双眼皮贴。很显然，这一定是张如的手笔。蒋涵顺着我的视线发现后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一把将喷雾拿起来，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。他的脸色泛黑，但口气却透露出惊慌。这些都是小茹上次坐我的车落下的。上次是因为公司聚餐，她一个女生喝多了，我才会送她回家。你放心，我跟她没有什么的。大概是见我一直保持面无表情，她倏地闭上了嘴，十分恳切地看向我。过了很久，她才再次开口：菲菲，你不再信任我了，对吗？我们回不去了。我抬头平静地对上她的眼睛。对。那晚过后，蒋涵很是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单身生活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，反而多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唯一让我觉得困扰的，就是总会在下班后看见等在楼下的车。尽管蒋涵从未主动联系过我，可我也觉得十分别扭。直到1个月后的某天，走出公司时，没有发现那辆熟悉的黑车。我本以为是蒋涵已经放弃了，便没放在心上，径直回了家。可刚刚到家，就接到了蒋涵助理的电话：夫人，蒋总下午胃痛晕倒了，
刚刚醒来，一直迷迷糊糊地叫您的名字。您看这边有时间来医院一趟吗？我压下心底的异样，微微皱眉。严重吗？对面助理的声音停滞了一瞬。医生说是胃出血，挺严重的。您还是尽快来一趟吧。不好意思，我还在公司加班，手里的项目比较着急，可能走不开。你可以联系一下张如，我想张如会很乐意去照顾他。说完，我不再等助理的回话，直接挂断电话。我本以为拒绝以后就算结束了，可没料到2个小时后，家里的大门被人敲响。透过猫眼，我看见门外站着的蒋涵，他的脸色苍白，整个人像是快要支撑不住一般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打开房门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医院吗？为什么？我疑惑地抬头望去。你为什么不来看我？我都胃出血了，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了吗？这话听得我十分刺耳。这就是被惯坏了吧？蒋涵因为常年在外应酬，所以胃病也不是1、2天的事。以往的时候，我会特别关注他的胃病，生怕他有一丁点的不舒服。可时间久了，我对他的关心反而变成了束缚他自由的禁锢。被蒋涵嫌弃的训斥2次后，我便不敢再把这些话挂在嘴边，只是默默准备好养胃粥和胃药。现如今我已经习惯不再去唠叨他，反而被他用控诉的语气抱怨着。我抿了抿唇，不会的，助理既然已经把你送去医院了，那肯定会治好的。没想到我的话却让他怒火更甚，一把扯住我的手。我说的是这个，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变了？为什么不和以前一样在乎我了？为什么呢？明明前不久你还会念叨着让我少喝酒，可现在我进医院，你都能当作若无其事。他的眼中满是痛苦和受伤，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身影扑上来搀住蒋涵。涵哥，你已经和菲菲姐离婚了，她根本就不爱你了，你也不要再去勉强菲菲姐了好不好？楼道里灯光昏暗，我这才发现张如一直跟在蒋涵的身后。够了，你滚！蒋涵一声暴喝，挥手将张如甩开。你滚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赶紧滚！或许是蒋涵突然的怒吼，让张如有点没回过神。他呆愣了2秒后，眼泪立即汹涌而出。涵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之前明明说过的，我比孙菲菲好，为什么？蒋涵顿时恼怒起来，即使身体虚弱，还是挣扎着推让张如滚。可张如并没有如往常一般听话，而是死死地立在原地，声音里还带着撕心裂肺的绝望。蒋涵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明明说过你爱我的，为什么？以前是你告诉我你早都不爱孙菲菲了，我心甘情愿陪了你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你们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找他？得不到蒋涵的回应，他又转头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全都是你的错，是你还勾着涵哥不放，都离婚了，你怎么不滚得远远的？说完，他就气冲冲地向我扑了过来。可我的左腿还没恢复好，自然是不会傻傻地等着挨打，便小步向后退着，一个不察，却被身后的椅子绊倒，腿上还未愈合的伤口痛得我忍不住哀嚎出声：“菲菲，菲菲，你别怕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蒋涵和助理很快把我送到医院检查，果然是缝合处2次裂开。医生帮我处理好后，让我留在医院观察几天。蒋涵站在病床前，嘴唇没有丝毫血色，却也不肯听劝去找医生。是我的错，菲菲，今天的事全都怪我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和张如联系，也会把她赶出公司。我低垂着头，没有看他，声音却格外坚定。
蒋涵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的眼眶微热，可还是抬起头平视着他的眼睛。其实你一直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一直都清楚，张如每次都会在背后羞辱我、挑衅我，但是你每次依旧在2选1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。所有的伤害都是你带给我的，因为你的纵容和态度，所以张如才会这么有恃无恐。蒋涵，我真的累了，也不爱了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新生活了。他的眼泪流了满脸，却还是倔强地抓着我的手。老婆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跟他有任何接触。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过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老婆，我面色惨然，却忍不住笑出声。或许吧，你没有和张如越过那道雷池，可精神出轨难道就不是出轨吗？希望你看在我爱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别再纠缠我了。说完，我便用力抽出手，不再看他。和蒋涵恋爱3年，结婚4年，我浪费了整整7年的光阴。婚后的4年时间里，我不像是我自己，更像是一具被自我禁锢在蒋涵妻子里的躯壳。我想起刚刚和蒋涵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会儿的他还是一个羞涩的少年，连告白也只敢在图书馆里偷偷给我塞小纸条。虽然没有轰轰烈烈，当时的我却感觉幸福到爆炸。如今我用了4年的时间，学会应该如何放弃他。整整1周的养病时间，蒋涵依旧每天到我的病房报到。可临出院的前一天，进入病房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张如。他的脸上满是得意，嘴角更是止不住的笑。菲菲姐，我和韩哥快要结婚了，你记得来喝喜酒呀。见我没有反应，他又像是炫耀一般摸着平坦的肚子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婚礼肯定是要快点举行，不然我怕肚里的孩子等不及呢。我的脸上也扬起笑意。那恭喜你呀，终于把我吃剩的捡回去了。听见我的祝福，张如的脸色难看起来，语气也变得尖锐。呵，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我，但是没办法，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呢？再说了，你生不出来就应该早点让位，白白占了4年的位子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冲进病房的蒋涵推了出去。他眼底的青黑明显，蹲在病床边，紧紧抓着我的手。菲菲，你相信我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算计了。我抬手打断他的话，又拿起手机，调出之前张如发给我的照片，递给他看。蒋涵抓着手机看了许久，最后只留下一句祝你幸福。出院后的第一时间，我就去公司递了辞职报告。蒋涵在离婚的时候选择了净身出户，我手里握着大笔的存款，又何必再留在这里纠结过去？卖掉了房子车子，和前来送机的苏样告别。小姑娘一上午的眼圈都是红的，抓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过。菲菲，你还会回来吧？只是旅游散心，你可不要忘记我呀。我微笑着抱了抱她，会回来的。不过也有万一，万一我在旅途中碰见个绝世大帅哥，可能就留下了。苏样被我的话逗笑，终于不再是愁苦的表情。后来我去了许多城市，最终选择留在拉萨开一间小店，因为我发现遗憾是可以自己弥补的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愿意把我放在第1位的那个人。多年后，再次听到蒋涵和张如的消息，还是苏样和我喝下午茶时闲聊提到的一对怨侣罢了。我离开后，蒋涵确实和张如结婚了，可蒋涵似乎是冲着折磨报复张如去的。隔3差5，张如就被他家暴打进医院，张如偏偏又不离婚，蒋涵就找来小情人气他，两人这样互相折磨，直到现在。我听了直皱眉，晦气。
苏样连连点头，对，就是晦气。不说他们了，待会我们一起去逛街吧。好，我笑着，舒服地伸了个懒腰。没有烂人的生活，美妙极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